这天夜里，小偷李快腿到知县家偷东西。天儿太黑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幸好李快腿事先踩好了点儿，他知道他要偷的那颗宝珠就锁在知县卧室床头柜的抽屉里。就见李快腿一身夜行衣，黑纱罩面，脚下是千层底儿的黑布鞋。墙外传来了京夫打更的声音，咣咣咣，平安无事。哦，这是3更天了。李快腿趴在知县卧室的窗子上，用湿了唾沫的手指将窗户纸捅了个小窟窿，然后由打怀里取出一根细细的竹筒，把一小包黄色药面装入竹筒，有药的一头伸进窗户窟窿，另一头含在嘴里，用鼻子深吸一口气。在吸气的时候，李快腿差点就用成了嘴，吓了他一身冷汗，因为那样非得把自己迷晕了不可。幸好他经验丰富，很快反应过来了。吹完迷药，李快腿在窗户底下又等了按木下钟点有15分钟，他这才把解药含入舌下，用小刀片拨开门栓，吱扭一声打开门，高抬腿轻落步进入屋内。床上的知县和夫人中了迷药，睡得像死猪一样。李快腿很顺利就撬开了床头柜的抽屉，摸出一个小木盒，打开一看呀，光闪闪明亮亮一颗宝珠。正当他收好小木盒揣进怀里转身要走的时候，啪，后脑勺不知道被什么给敲了一下，便失去知觉。原来在李快腿刚一进入知县家院子的时候，身后就跟了另一个小偷。这小偷还是个女的，也是一身夜行衣，她人送绰号叫赵守华，就是手法顺滑的意思。赵守华的目标也是那颗宝珠，可一进知县的家，就发现有同行先自己一步已经下了迷药，故此他才来了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别看赵守华是个女流之辈，力气可是不小。他怀揣宝珠，背着李快腿，很快便跑到了一处偏僻的小树林，将李快腿放在地上，说：朋友，抱歉了，谁叫你学艺不精，经验不足呢？在下告辞了。说完，对着躺在地上的李快腿一拱手，然后转身便走。可还没迈开步子，脚脖子便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抓住了。妹妹，这样不大好吧？宝贝是我拿的，你怎么能招呼也不打一个，就据为己有呢？抓着赵守华脚脖子说话的正是李快腿。原来李快腿已经醒过来一会儿了，发现自己被一个人背着飞跑，就故意装着还没清醒，想看看这位到底是要把他背到哪儿去。现在明白了，原来这位是个女贼，只想夺了自己已经到手的宝珠。他当然不能就此罢休，于是2个人便争执起来，最后还动了手，一直闹到天亮，他们都精疲力尽。有些事情就是奇怪，现在他俩才看清彼此的长相，四目相对，一见钟情。俩人一商量，干脆别争也别抢了，咱们结婚得了，这样宝珠就是咱夫妻俩的，谁也不吃亏。3天后就是个好日子，李快腿和赵守华拜堂成亲，入了洞房。等睡到半夜，李快腿悄悄爬起身来，偷偷戴上宝珠，回头看了看赵守华睡得正香，他便溜出门外，然后撒丫子就跑。李快腿还是想着独吞着宝珠啊，可跑着跑着，赵守华从身后追了上来，李快腿就更拼命地跑。后来跑到了一条河边，眼瞅着赵守华就追上来了。河上没有桥，河里也没有船，
情急之下，李快腿纵身就要跳河，但是鞋子弄湿了，他却及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不会游泳，跳下去非得淹死不可。这时候赵守华距离他还只有10几步远，李快腿来不及多想，他打开小木盒，抓起宝珠就放入口中，想吞下肚子。可没想到这宝珠竟然甜甜的黏黏的粘在了舌头上，是个糖豆。李快腿这个气，感情你这婆娘已经偷梁换柱掉了包了呀，你太坏了你。其实他不知道，赵守华换的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糖豆，这糖豆表面是一层混合着白面的冰糖，里面包着的却是一粒羊粪球。等赵守华抓着李快腿的手腕子往回走的时候，李快腿嘴里的糖豆变味儿了。怎么有点臭啊？再看赵守华，早已经笑的是前仰后合，花枝乱颤了。到家之后，赵守华就说：夫君，你我虽然失身为贼，但是我们也要做个义贼。如今大明的官府腐败无能，只知道欺压百姓，我们虽然不能除暴安良，但可以劫富济贫，惩治贪官呀。听了赵守华一番良言苦劝，这李快腿还真就提高了思想境界，从此一心一意跟妻子赵守华同心合力，专偷贪官污吏，奸商巨贾，然后将所得的财物换成粮食、布匹、药品等生活物资，广散民间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穷苦百姓。后来人们送这对贼夫妻一个美名，叫做鸳鸯贼仙。鸳鸯贼仙四海为家，行走江湖几十年，过得好不自在，逍遥。